Hello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回到我的30天社交自如计划。今天是第10天。上一期视频我们学会了如何让对方停不下来，但是如果你只是呆若木鸡的听着，那对方很快就会觉得被冷落，或者是在给你演单口相声了。真正高段位的社交达人，拥有一个吸铁石般的磁场，哪怕他不发一言，也能够通过精准的反馈信号，让对方感到自己是被尊重的，是被理解的，是被欣赏的。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是自带流量，人气爆棚。真正的社交高手拥有一种吸铁石般的磁场，哪怕他不发一言，也能通过精准的反馈信号，让对方感到极度的被尊重、被理解和被欣赏。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成为一个有温度、有魅力的倾听者。那具体怎么做呢？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会用10几分钟的时间，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角度来拆解一下如何做一个有温度、有魅力的倾听者。我也会从其他的角度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听众，让你从此告别尬聊，彻底扭转社交中的被动局面。点赞收藏起来，反复练习。今天教你们6个小技巧，让你的眼神和反馈瞬间释放顶级的情绪价值。学会之后，你一定会爱上那个魅力四射的自己。开场之前呢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是喜欢这种死气沉沉的听，还是更喜欢这种魅力四射的听？答案肯定都是后者吧。那为什么很多人明明想输出情绪价值，却总是让人感觉很尴尬呢？其实问题就出在回馈上，而回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眼睛和表情了。那怎么通过眼睛来表达你的兴趣、认可和专注呢？在这集视频中，你将掌握1. 镜像反射法，如何利用肢体语言的微弱同步，在潜意识里建立信任。2.2 秒钟停顿法，为什么在开口前多等2秒，能瞬间提升你的话语分量。3. 情感贴标签，告别我也觉得，用精准的情绪词击穿对方的心房。4. 视线三角区，掌控社交中的眼神比例，既显诚恳又不会给对方压力，以及如何识别对方话语背后的隐藏需求。第一个小技巧叫做镜像技巧，解释变色龙效应 （Chameleon Effect）， 演示如何同步对方的语速和微动作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变色龙效应，说的就是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模仿跟自己接触的人的表情和动作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跟别人交流的时候，如果能同步对方的语速，或者偶尔重复一下对方的手势，就能让对方感觉到被理解，从而更愿意跟你分享。第二个小技巧叫做2秒停顿，讲解权力感和尊重的来源，不急于打断。想要获得别人的权力感和尊重吗？那就不要急着去打断他，因为当你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告诉对方，我觉得你没话讲。而当你保持沉默，给足对方回应的时间时，其实就是在传达这样的一个信号，我很尊重你，我相信你会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。第3个小技巧叫做视线三角法，动态眼是眼神在双眼和额头、嘴巴之间的切换逻辑。这个方法呢，主要是用来观察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和情绪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的眼神会从一个人的眼睛开始，然后转移到他的额头，然后再回到嘴巴，这就像一个等边三角形。但是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停留时间是不一样的。比如，有些人可能一上来就会盯着你的嘴看，这就说明他们比较直白坦诚。有些人在说完一句话后，会一直看着你的眉心，这通常代表他们在思考接下来要说什么。还有一部分人呢，则是一直盯着你的两眼之间来回切换，这就代表着他们既想说话又想控制自己的欲望，是一种暧昧的心理状态。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我们接着继续讲。第4招，情感复述。动态眼是眼神在双眼和额头、嘴巴之间的切换逻辑。如果你想要让一个人感受到被理解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进行情感复述。你可以这样说，听起来你当时感到很委屈，或者说，听起来你现在感到很兴奋。这个句式叫做情感复述。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走进对方的世界。但是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在使用这种句式的时候，要尽量保持中性，不要掺杂自己的主观感受在里面。这样子的话，对方会感觉更加自然，更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想法。第5招，最小鼓励语。听起来你当时感到很委屈、兴奋的模板化应用。当别人跟你分享了一件事情以后，你可以用一个最小鼓励的方式去回应他。比如说他说然后呢，或者说天哪，或者说原来如此。但是不同的场景下要用到不同的语气。比如说，如果说对方跟你说了一些伤心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可以说原来如此呀，怪不得你最近状态不太好，或者说那是因为你太优秀了，才会遇到这么不好的事。如果说对方说了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我们就可以用惊喜的语气说天哪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。或者我们可以用调侃的语气说然后呢，你又把那个男生给甩了。所以说
我们要学会根据不同的情景去调整我们的语气，这样才能让对方感觉到我们是真正认真听他讲话的，并且对他所说的话表示出了兴趣和认可。第6招，开放式姿态，掩饰然后呢？天哪，原来如此，在不同语气下的奇效。最后一点非常的重要，那就是身体稍微往前倾斜一些，不要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因为双手交叉是一种非常强的自我保护的姿态，它会在心理上暗示你自己，我不希望被其他人靠近，这样的姿态会让对方感觉到不舒服，甚至会因此而中断对话。所以请记住，沟通一定是双向的，如果只是单方面的输出，那就不是沟通，而是演讲了。今日练习 This homework， 在今天的社交中，尝试运用2秒停顿法。每当对方说完一句话，先在脑中默数1、2，然后再给出反馈，观察一下这种节奏感的改变，是否让对方的态度变得更慎重、更真诚了。你可以通过观察来判断出对方正在讲述的话题对你来说有多重要。如果这个人对你很重要，或者是他正在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，那么你就可以通过眼睛下意识的去寻找他的眼睛，并且注视着他的双眼，然后随着他说话内容的变化，你的眼神也要跟着有节奏的跳动。比如，当他说到重点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可以停留的稍微久一点；当他说到轻松有趣的地方，你的眼睛也可以跳跃的快一些。这样的互动不仅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你在认真的听他讲话，而且还能让你的眼神变得更有感染力。当然，除了要给到对方耐心以外，我们还要学会用眼神来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有些兄弟啊，总觉得自己不会看女生的眼睛，要么就是看着看着就飘走了，显得特别不尊重。那你不妨试试这个方法，每次你刚想走神的时候，就迅速的回到对方的眼睛里去，盯着他的眼球转动的地方看，就像一个摄像头一样，一直跟着他的眼神转。这样做的好处在于，可以让对方感觉到你是真的对他感兴趣，并且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他。那如果你在倾听的时候，还是一直不知道眼神应该放在哪里好，或者是觉得一直点头太过于机械，欢迎你来评论区跟我留言，我来帮你1对1拆解。如果你在倾听时总是不知道眼神该放哪里，或者觉得点头太机械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为你1对1拆解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点亮小铃铛。本频道主要分享人际交往、亲子关系、恋爱关系之间的处理方法，并且每周1、3、5都会更新视频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结尾请欣赏我给大家放一些电脑壁纸。